公元216年，建安七子之一的陈宁遵曹操的命令，写了一篇檄文吓唬孙权。文中有这样一句话：又使征西将军夏侯渊等率精甲5万及5都低羌巴汉锐卒，南临文江，扼据庸俗。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是，小权权告诉你哦，汉中曹军的强大你无法想象，刘备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，不可能来帮你，所以赶紧投降吧。这句话说对了一半，汉中曹军确实很强大，统帅是横扫了凉州的名将夏侯渊，将领有名将张合、徐晃、郭淮，兵力就算陈宁说的5万夸大了，3到4万总归还是有的。而且这支军队之前横扫了凉州，战斗力十分强大，更重要的是这只是初始配置，等真的打起来，曹洪、曹休、曹真甚至曹操本人都来了。巅峰时期曹军的总兵力甚至达到了10万左右，拥有如此配置的汉中曹军完全有资格大吼一声，告诉你哦，赶来汉中指定没你好果子吃。然后刘备就来了，一开始他的兵力比夏侯渊多，但多的有限。等曹操来了，刘备的兵力就处于劣势了，而且刘备打的是进攻战，对于刘备这场战役的难度完全是地狱级别的。可结果是夏侯渊死了，张合败了，曹操本人也被逼出了汉中。对于这样的结局，我只能说2字：我操。然而更让人感到我操的是，取得了如此战绩的刘备居然仍然被键盘侠看不起，甚至在某些人嘴里，曹操才是汉中之战的胜利者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本期视频不爱讲就来说说刘备和曹操的巅峰对决汉中之战吧。且说刘备入蜀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具体措施包括唯才是举，有能力的人不管什么出身通通重用，设立来降都督，对南中地区实现了初步控制，制定法律打压豪强，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度，任用大量有能力的官员，加强建设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发展教育，重视对官员工作效率的纠察等。这一套组合拳下来，益州迅速摆脱了刘璋时期的弱鸡状态，拥有了强大的行政能力与战斗力。公元217年，实力强盛的刘备集团终于决定主动出击，和曹操进行一场汉中大决战。战前，刘备的参谋长法正提出了一份堪称天才的作战计划。首先，他用曹操的屁股分析了曹操的行为，并最终洞悉了曹操的弱点。曹操打下汉中后，为什么不继续进攻，而是自己回去了呢？因为曹操后期心思都放在争权上，之前又是称公又是称王，导致内部矛盾严重，所以不得不回去稳定局势。这就决定了曹操无法进行长期作战，而咱们没什么内忧，曹操跟咱们耗不起。接下来法正又强调了刘备军在前期可以拥有的局部优势。虽然在整体上曹操军实力远强于我们，但是在局部就不同了。首先，夏侯渊、张合这2人不如咱们厉害，兵力也不如咱们，因此在战役前期咱们是可以形成局部优势的，利用这个优势干掉他们，形成战略优势。接下来哪怕他曹操本人来了，只要能保住这个优势，咱们就稳了。最后法正又说明了取得汉中后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法正这个作战计划真的足以用天才形容，让我想到了后世经典的普法战争。在普法战争中，普军的作战计划同样是利用初期局部优势，快速集中优势兵力，先发制人，一鼓作气进攻，最终实现以弱胜强。刘备看了这份计划以后，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。那一刻，他仿佛看到了一雪前耻，把老对手曹操按在地上摩擦的美妙场景。OK， 就这么办，开战。然而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等真的开打了，并没有出现刘备想象中利用局部优势碾压曹军的状况，反而是刘备军连吃败仗，打了个稀烂般的狗屎开局。在开战初期，刘备就派张飞、马超、吴南等人率军进入武都郡，曹操则派曹洪、曹休、曹真等人率军抵挡。
结果在曹休的建议下，曹洪利用张飞、马超尚未与吴南集合的间隙，率军闪击吴南，大破之。张飞和马超无奈，只好撤军。刘备自己这边呢，也是接连吃瘪。他派陈氏率军去断绝马鸣阁道，想要切断夏侯渊和武都的联系。夏侯渊得知后，派徐晃出击，结果陈氏被办，损失很大。刘备没办法，只好亲自出击。夏侯渊见招拆招，以张合为前部防守刘备。对此，刘备拼了老命，趁夜率领精锐猛攻张合。要说这张合也真不是盖的，面对危机他丝毫不惧，率领亲兵参与搏斗，硬生生防住了刘备的进攻。至此，刘备军完全陷入绝境。本来就是地狱难度的副本，一上来还打得跟狗屎一样，这还玩个屁呀！换成一般人早就拔线了，回家洗洗睡吧。然而刘备他真的不是一般人，别的不说，论毅力论决心，放眼整个中国历史，刘备都是 bug 级别的。面对眼前这个怎么都看不到翻盘希望的局，刘备把衣服一扒，他妈的豁出去了。曹操，老子拿命跟你拼！接下来，刘备做出了一个让人看了以后几乎能惊掉下巴的决定。他不顾后勤线被截断、全军覆没的危险，冒险带着大军翻越崇山峻岭，直接绕到了夏侯渊背后的定军山，在此安营扎寨。这样的搏命之举彻底打乱了夏侯渊的布置，因为掌握高地优势的刘备随时可以对夏侯渊发动俯冲攻击。惊骇之下，夏侯渊陷入焦虑状态，最后不得不叫回张合，带着他一起驻扎到定军山下，意图在此和刘备一决死战。这时法正再次出手了，怎么干掉夏侯渊？让法正来告诉你，只需要3步。第一步，面对抱团的敌人，分割他们。于是刘备夜烧鹿角，夏侯渊派张合去守护东围，自己带着亲兵守护南围。就这样，他们被分开了。第二步，想办法弱化你的敌人。于是刘备再一次对张合发起进攻。经过上一次的交手，刘备已经摸透了张合的作战方式。这一次，张合被刘备打得不利，眼看就要抵挡不住，张合只得向夏侯渊求援。要说这夏侯渊也确实讲义气，直接分出一棒士兵援助张合，弱化敌人的目的也达到了。第3步，灭了他吧。夏侯渊带的本来就是亲兵，又分了一棒兵给张合，兵力更加捉襟见肘。接下来又一件奇葩的事发生了，热血上头的夏侯渊居然只带了400亲兵跑去修补鹿角了。法正瞅准了这个时机，立刻建议刘备发动总攻。刘备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拍板，命令黄忠冲过去干死夏侯渊。结果闷头修鹿角的夏侯渊遭到突击，当场阵亡。夏侯渊死后，刘备又以黄忠为先锋，继续猛攻，最终大破夏侯渊军，取得了完胜。据说曹操在亲征途中知道了法正在定军山之战的战术规划，不由得酸溜溜地说道：“我就知道刘备那家伙自己是办不了这事的，哼。”接下来他又叹息道：“我把天下的奸雄都收到手了，怎么就没得到法正呢？”曹操这个表现其实是很酸的。定军山之战，法正固然有很大功劳，但整体毕竟是刘备指挥的，而且冒险飞渡到定军山这个关键的决策可是刘备自己想出来的。总的来说，定军山之战无疑体现了刘备出色的军事才能，也是刘备取得的辉煌胜利。曹操只是无法接受刘备对自己的逆袭，所以就把功劳全都推到了法正头上。定军山之战取胜后，刘备趁机把张合逼退到汉水以北，至此战略优势已成。刘备霸气地说道：“这次你曹操自己来，我也不怕了。”然而曹操那可是闻名后世的大军事家，又怎么可能是好对付的？面对刘备已经建立起来的战略优势，曹操略微思考一下，立刻就使出了足以逆转整个局势的杀手锏，断刘备的后勤。刘备飞渡到定军山这个决策之所以说是搏命之举，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后勤线完全暴露给了曹军。曹操不愧是曹操，他都没到汉中就看出了这个破绽。于是曹操立刻命令曹真率军进攻阳平关外的高翔。
只要搞定高翔，刘备的后勤线就完蛋了。然而别忘了，刘备那可是有特异功能的，看人极准，完全是 bug 级别。你别看高翔这个人名气不大，可人家刘备就是认准了，他肯定能守住后勤线。事实证明确实如此。曹真接到命令后，火速带着徐晃对高翔发起了进攻，打败了高翔。然而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，高翔虽然败了，却依然带着败军死死守住了刘备的后勤线。曹真和徐晃接下来再怎么打，硬是吃不掉高翔的败军。就这样，刘备的后勤线奇迹一般的守住了。就这样，一切铺垫都结束了。接下来，曹操和刘备面对面的真正对决开始了。曹操亲自率军赶到后，总兵力达到了10万左右。此时在兵力方面，曹操占据了很大优势。接下来刘备做出了一个极度不理智的决定，跟曹操拼了。看到这个多年的老对手，刘备一时热血上头，发了疯，竟然不顾一切和曹操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野战。敌人兵力占很大优势，刘备还是客场作战，这个决定真的是疯了。幸亏法正小天使在旁边，于是感人的一幕出现了。那一刻，法正冒着枪林弹雨挡在了刘备身边。刘备大叫道：“躲开！”法正也大叫道：“您都敢轻冒剑雨，我为什么不能冒？”刘备叹息道：“好，我跟你一起走。”就这样，一场巨大的危机被化解了。被法正这么一搞，刘备终于冷静了下来，随后采取了正确的战术应对，打防御战，消耗曹军。你不是人多吗？哼，老子不跟你正面打，耗死你！此时法正所说的曹操耗不起，刘备耗得起的优势也开始显现。刘备是耗得起的，由于之前的改革，此时益州实力强大，刘备要求诸葛亮发兵支援前线。诸葛亮也想让杨洪协助办理此事，但不知道杨洪是不是信得过，于是就试探性询问杨洪。杨洪给出了令诸葛亮满意的回答，于是诸葛亮表杨洪为蜀郡太守。在杨洪的协助下，诸葛亮完美发挥了自己的超强后勤能力，给予刘备坚实的支援。得到了援助后，刘备的指挥更加得心应手了。他一面加固防御，一面派赵云、黄忠率领机动部队出击，准备给曹军来点小惊喜。结果在汉水，赵云给曹军来了个大惊喜。当时赵云率领数十骑兵外出接应黄忠，结果撞上了出击的大股曹军。面对如此危局，赵云却是丝毫不惧，他率领数十骑兵在敌人大军之中反复冲杀，风骚走位，狠狠秀了一把操作。退回营寨后，望着紧随而至的曹军，赵云又开始秀智商。他命令士兵打开寨门，停止擂鼓。刹那间，敞开的寨门如同一张大嘴，用挑衅的语气对曹军说道：“来呀，正面刚呀！”曹军被这一招空寨计唬住，慌忙后撤。赵云抓住曹军阵型散乱之机，突然下令擂鼓，刹那间鼓声震天，与之前的寂静形成鲜明对比。随后赵云又下令万箭齐发，轰杀曹军。在动静转换与强弩劲射的刺激下，曹军彻底丧胆，乱作一团，以至于自相践踏，坠入汉水而死者甚多。第二天，刘备来到战场观察后，不由得赞叹道：“子龙一生都是胆也。”此战后，本来就耗不起的曹军士气更加低落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亡。后来成为蜀汉名将的王平，也在此时投降了刘备。眼看形势已经逆转，刘备表示不装了，摊牌了，今天我就要把你曹操按在地上疯狂摩擦。于是刘备主动出击，派刘封挑战曹操。对此曹操终于无法忍受了，他歇斯底里的大骂道：“你这个卖草鞋的臭小子，居然让你的假儿子来对抗你亲爹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叫我亲儿子曹彰来对付他。”说到这，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纳闷，这曹操以前不是挺看得起刘备的吗？甚至说过天下英雄只有你刘备还有我曹操这样的话，怎么到了汉中之战就变了脸？之前说刘备办不了这事，现在直接开始骂人了。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曹操夸刘备时，刘备对他没有威胁，而汉中之战时，刘备已经实打实对曹操产生威胁了。简单来说，你没有威胁时，对手才会夸你；你有威胁时，对手就该骂你了。
骂爽了以后，曹操还真下令让曹彰过来。曹彰得令后星夜赶来，然而曹彰的赶路速度最终还是比不上他爹跑路的速度。曹彰刚到长安，曹操已经撤离了汉中。曹操撤离汉中后，刘备并没有停手，紧接着又派刘封、孟达率军攻占了东三郡。自此，刘备取得了汉中之战的王胜。纵观汉中之战的全过程，我觉得只能用精彩二字形容。然而现在的键盘侠却非常看不起刘备取得的胜利，他们觉得你刘备不就是靠防御战耗走了曹操吗？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有本事你正面干翻曹操呀！对此我只能表示呵呵。要知道曹操的兵力占据很大优势，还是主场作战，曹操本人又是一个大军事家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正面干翻曹操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而且曹操也没给刘备这个机会呀。后期刘备不是已经派刘封去挑战了吗？可曹操不应战，那还有什么办法呢？事实上，汉中之战之所以没有出现双方的正面大决战，恰恰是因为曹操和刘备都不是键盘侠。刘备明白客场作战兵力劣势，直接硬拼就是早死，所以一开始只能采取防御加机动作战的策略，等局势逆转后再主动出击。而经历了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的曹操也明白，在士气低落的情况下继续恋战那是早死，所以当刘备主动出击后，曹操没有应战，而是选择了撤退。这就是刘备和曹操这样的实干者和键盘侠的本质区别。键盘侠的特点就是眼高手低，光想着怎么干才能最爽最能吹牛，从来也不会考虑实际情况。而实干者做决策考虑的是实际情况，不是怎么爽怎么来。至于后世键盘侠的嘲笑，随他们去嘲笑吧，反正他们一辈子也只能当个键盘侠了。还有一些人认为汉中之战其实是曹操赢了，他们的理由就是曹操撤退前把汉中的百姓都迁走了，刘备并没有得到人口，所以其实是曹操赢了。我觉得这个逻辑就相当于 A 跟 B，A 被打掉了一颗牙，然后 C 就说A 赢了，因为他没有被打掉2颗牙。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就算曹操真的把汉中百姓全都迁走了，也只能说明他损失小了一些，怎么还能算赢了呢？而且曹操也没有迁走汉中全部百姓啊。据记载，张鲁统治时期，汉中百姓超过10万户，也就是50万人以上。而曹操的迁民行动一共2次，第一次迁走了数万户，第二次迁走了8万人。也就是说，曹操虽然迁走了很多百姓，但肯定没有全部迁走。刘备拿下汉中，肯定还是得到了很多人口的。据记载，在蜀汉的治理下，汉中的经济后来变得很繁荣，可见刘备接手的汉中还是有一定人口和底子的。事实上，汉中之战刘备赢了曹操，在当时是公认的。我放几条那个时代人的评论，大家自己看看吧。汉中之战后，刘备迎来了一生最快乐的时候，他当上了汉中王，大封群臣，法正被封为护军将军、尚书令。然而法正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刘备奉献自己的能力了。公元20年，法正突然去世，刘备哭了。刘备一生只哭过6次，最后一次就是为法正而哭。刘备这次哭的已经哭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，一连数天什么事都不干，就是哭。因为在法正去世之前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，包括刘备这次哭不仅是为法正而哭，他还为关羽而哭，为黄忠而哭，为梦想的渐行渐远而哭。哭够了以后，刘备追谥法正为义侯，意思是你是我的翅膀。那一刻，刘备又想起了汉中之战，那时的他一战打出了整个盛夏。